皇大帝虽然是名义上的天庭主宰和三界之主，甚至连拥有开天辟地之祖和道祖身份的太上老君都要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但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是太上老君为了维护玉皇大帝的权威刻意为之。实际上玉皇大帝也是道家弟子，虽然在《西游记》中没有明说玉皇大帝在道教内部跟太上老君等三清的关系，但很多神话传说都指向了玉皇大帝是三清座下童子的身份。玉皇大帝虽然是三清座下童子，但他显然是资历非常老的童子。证据就是如来佛祖曾经对孙悟空说，玉皇大帝自幼修持苦力，过1750劫，每劫该129600年方才登上无极大道。也就是说，玉皇大帝在三清身边待了2亿多年之后才当上的天庭主宰。这其实就是说，三清对玉帝进行了长达2亿多年漫长的考察之后，才放心把天庭交给玉皇大帝掌管。三清作为道教最高神，专注于心无旁骛进行修行，天庭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是需要有人代劳的。玉皇大帝在三清坐下那么久的时间，勤劳肯干，把三清交代的任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展现了很出色的管理才能。显然三清对玉皇大帝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于是决定提拔玉皇大帝担任了天庭最高的领导职务。有玉皇大帝这样出色的领导管理天庭，三清就可以安心自己的修行大业了。因此三清才是天庭幕后真正的大佬，玉皇大帝只是三清推向前台的代理人而已。虽然三清表面上对玉帝称臣，但实际上玉帝心里很清楚，三清是在刻意维护自己的权威，从而让满天诸神都服从于自己的管理和掌控。玉皇大帝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只是给三清打工的，三清能够提拔自己，当然也能废掉自己。因此不仅仅是太上老君来的时候，玉皇大需要切身离座，走出凌霄宝殿降机相迎。他在面对三清的另2位大佬元始天尊和灵宝天尊屈驾宫离时，同样要如此。毕竟三清的地位是并列相等的，都是玉皇大帝的大老板，也都是需要小心伺候的主。除了三清之外，西天如来佛祖到来的时候，玉皇大帝也需要走出凌霄宝殿相迎。虽然从级别上来看，如来佛祖是玉皇大帝的臣子，但毕竟也算是一方诸侯，而且是不远万里从西方大雷音寺不辞劳苦赶赴天庭。玉皇大帝出于礼节，也需要走出凌霄宝殿迎接的。我认为地仙之祖镇元大仙如果来天庭的话，也应当受到玉皇大帝走出凌霄宝殿相迎的礼遇，因为镇元大仙的身份非常高，三清是他的朋友，四帝是他的故人，九曜是他的晚辈，元辰是他的下宾。而且镇元大仙经常接受元始天尊邀请去听，到玉皇大帝面对自己大老板的朋友，肯定是不敢怠慢，这是个得罪不起的人物。否则镇元大仙嘴一歪歪在三清面前告玉皇大帝一状，后果是玉皇大帝承受不起的。西游世界的管理体系主要有2大教派掌管，一派是以如来为核心的佛教，一类是以三清为法人代表，玉帝为领导班子的道教。佛道2家共同维护着三界的秩序。佛教最高层没什么争议，就是如来佛，如果更细致的，那就还有燃灯佛与弥勒佛。而道教三清一直都是很神秘的存在，他们究竟谁才是老大呢？三清是道教无可置疑的至高神，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在西游中出现的次数极少，唯一一次集体亮相是在玉帝降服悟空的庆功宴上，还有一次是雕塑集体亮相，是在车迟国斗法时3个大仙供奉的祠堂内。西游爱好者普遍认为元始天尊是毫无争议的三清之首，因为在所有的站位中，元始天尊都占据3个人的中间位置，这是赤裸裸的 C 位啊。还有一个证据是元始天尊的全称为玉清圣境无上开化首登盘古元始天尊，可以发现里面有盘古2字。据此有理论称元始天尊其实是盘古的一个分身，说笼统点他就是盘古。
开天辟地的盘古，能不是天地最大吗？反观太上老君，经常在原著中露面，不仅要听玉帝差遣，还被悟空一把推了个大列举，这哪是老大该有的样子啊？然而经过小姐的探索，却发现太上老君才是真正的三清老大，而元始天尊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这事还要从花皮豹子精说起。话说豹子精把唐僧捉走后，找了个替身扔出来，说把唐僧给吃了，哄得悟空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伤心欲绝的悟空决定报仇雪恨，遂打上门去。豹子精害怕了，想用语言压制悟空，便说道：那泼和尚，你认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数百年放荡于此，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你敢如何？悟空连自己的牛皮都吹不饱，哪受得了这个气？于是回应道：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上坐于太清之右，佛如来是至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是儒教之尊，亦仅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称什么南山大王，数百年之放荡？你看悟空话语中说李老君是开天辟地的祖宗，尚且位居太清之位，这话还不能分析出来什么道理。我们继续看悟空的后两个比喻：如来强于大鹏，却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是儒教之尊，却只被称为夫子。很明显，后者都是比不上前者的，但前者却在表面上屈居后者之后。对应到李老君上，那就是太上老君是最强的，却只能屈尊太清之位。三清到底位于几重天？为什么玉皇大帝总是居住在九重天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只要是有点能力的妖怪、神仙，就都有自己的洞府。例如如来位于西天大雷音寺等等，每个大人物都有自己的洞府，洞府的外观、内置、基础设施等等，都代表了自己洞府的高档程度，各具特色。道教将天空分为36层，天庭只管理到32层，大罗天等不在其管理之列。大罗天是至高无上的，天道所在，是本源。在其下的3层则住着道教的三清。道教的3大天尊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号元始天王，在道教中他具有很高的地位，他居住在35重天的玉清境。看过《封神演义》的也一定知道灵宝天尊，他在其中被称为通天教主，实力高强的他居住在34重天，他的门下弟子也都被世人认为是法力高强之辈。道德天尊，也就是人人都知晓的太上老君，老子，名列第3，居住于33重天的兜率宫，顺其自然的思想便是他的代表。在神话故事中，人人都知道天庭就相当于是执法者，拥有着世间的一切权威，不管是谁，只要触犯天庭戒律，一律会受到惩罚。而玉皇大帝相当于是统治者，如此地位崇高的他，为什么在9重天定居呢？从理论上讲，玉皇大帝能够管理32重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不仅在实力上，在地位上，他与道教的三清相比也是远远不足的。从推理上讲，元始天尊一定是《西游记》中最厉害的人物了。这不仅从电视剧的演绎，还是从他的居所极其接近核心的地方中，我们都能够窥测一二，法力之强无以描述。尽管电视剧一定有一些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元始天尊的地位一定是不可撼动的。在道教中，他的地位一定是第一。倘若当时西天取经，他能够出手帮唐僧等人，那么他们的经历便不会那么坎坷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